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喂，张磊，你在家吗？电话里传来赵主管颤抖的声音。我不是被开了吗？张磊冷冷地回应道，看着窗外的阳光，心想昨天还是公司的技术骨干，今天就成了多余的人。别这么说，咱们好商量。赵主管的语气里带着从未有过的慌张。客户那边有点情况，你能不能？情况？张磊冷笑一声，什么情况能比昨天被踢出公司更严重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一阵嘈杂声，似乎有人在争吵。张磊，我求你了，快回来吧！赵主管的声音几乎是在哀求。客户要跑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张磊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周五上午10点钟的会议室。28岁的他正专心工作，想着等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毕竟刚刚完成的这个项目足够他骄傲一阵子。客户付款320万，公司历史最大单子，而他的项目奖金足足有15万。张磊，你来一下会议室。人事小李站在他工位旁边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什么事？张磊随口问道，手里还在敲着代码。开会。小李的回答很简短。会议室里只有小李一个人。张磊环顾四周，感觉气氛有些奇怪。平时开会，技术总监赵主管肯定在场的。今天怎么不见人？张磊，坐吧。小李打开一份文件，语气变得正式起来。公司决定进行架构调整，优化人员配置，感谢你的付出。但是，等等！张磊猛地站起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，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。小李低着头念着文件，相关的补偿会按照规定。我的项目奖金呢？张磊打断了他，15万的奖金。抱歉，根据公司规定，裁员日期前的项目奖金无法发放。小李还是不敢看他的眼睛。张磊感觉脑袋嗡的一声，刚刚完成公司最大的项目，眼看着奖金就要到手，竟然被一脚踢开。赵主管人呢？让他出来跟我说。张磊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赵主管，他有事外出了。小李支支吾吾，有事外出？张磊冷笑，真有意思。昨天还跟我讨论项目后续维护的事，今天就有事外出了。小李没有回答，只是把一份解除合同的文件推到他面前。张磊盯着那份文件看了很久，最终还是签了字。他知道，在这种小公司里，反抗没有意义。工卡交一下。小李伸出手，张磊把工卡狠狠地拍在桌子上，转身走向自己的工位。同事们都在偷偷看着他，但没人敢说什么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他注意到程总办公室有动静，隐约能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，但此时此刻，他什么都不想听，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张磊，技术部的小陈走过来，想要说什么？别说了。张磊背着包，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。当晚，张磊待在家里，愤怒、不甘、困惑，各种情绪轮番袭来。兄弟，想开点，这种小公司就这样。老同学王军在电话里安慰他，大不了换个地方，以你的技术，怕什么？你不懂。张磊靠在沙发上，不是技术的问题，是这口气咽不下去。15万奖金确实有点多，但是人家不给你也没办法啊。王军叹了口气，要不我帮你联系几个猎头？行，你帮我联系一下吧。张磊答应道，我也准备投几份简历。放下电话，张磊打开电脑，开始更新简历。写到项目经验的时候，
他特地把刚完成的320万项目写得很详细，心里暗想：看你们怎么收场，没了我看你们怎么维护这个系统。项目的技术难点他最清楚，核心算法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，连文档都没来得及整理完整。客户那边还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，其他人根本搞不懂。程总啊，程总，你会后悔的。张磊关掉电脑，冷笑一声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张磊还在睡觉，就被电话铃声吵醒。看到来电显示是赵主管，他直接挂掉了。过了几分钟，又响了，还是赵主管，烦不烦？张磊嘟囔一句，继续挂掉。第3次响起的时候，张磊终于接了。喂，他的声音很不耐烦。张磊，你在家吗？赵主管的声音听起来很着急，情况有点急。我不是被开了吗？张磊冷淡的回应。还有什么事？你别这样说嘛。咱们客户今天来验收，但是赵主管的话说得结结巴巴。验收？张磊坐起来。不是上周5就验收完了吗？是这样，客户说要再确认一遍系统的稳定性，然后发现你不在，所以呢？张磊的语气更冷了。客户有些不高兴，你看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赵主管小心翼翼地问。不能。张磊直接拒绝。我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。张磊，你听我说。赵主管还想劝，但张磊已经挂了电话。10点钟，人事小李打来电话。张磊，你好，我是小李。他的语气比之前客气了很多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说吧。是这样，昨天的事情，公司觉得可能处理的有些急躁，你能不能考虑回来一下？回来一下。张磊差点笑出声。昨天你们把我扫地出门，今天就让我回来一下。客户那边确实有些问题需要你协助解决。小李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是公司员工，没有义务协助解决任何问题。张磊说完就挂了电话。11点钟，程总亲自打来了。小张啊，我是程总。电话里传来程总那标志性的浑厚嗓音。程总，你好。张磊的语气稍微客气了一些，毕竟是老板。昨天的事情，咱们好商量。客户这边，你也知道，这个项目对公司很重要。程总的话里带着明显的恳求。程总，您昨天同意开除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这个项目重要呢？张磊反问道。这个，你先别急，咱们见面聊。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？我不方便。张磊毫不客气地回答。而且我觉得没什么好聊的。小张，你听我说，客户那边情况比较紧急，他们说下午2点前如果见不到你，合同就……程总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合同就什么？张磊追问。合同就作废。程总终于说出了实话。张磊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慢慢地说：程总，这是您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小张，你不能这样。320万的合同，这对公司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的。程总的语气已经带有了哀求。我知道。张磊冷冷地回答。但是昨天您开除我的时候，有考虑过这些吗？电话里一阵沉默。程总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就挂了。我还要投简历找工作呢。张磊准备挂电话。等等，程总急忙喊住他。你先别挂，我马上过去找你，咱们当面聊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见任何人。张磊说完就挂了电话。中午12点，张磊正在吃泡面，赵主管又打来了电话。张磊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听我说几句行不行？赵主管的声音听起来都快哭了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张磊一边吃面一边回答。客户真的发火了，刚才直接摔门走了。
赵主管的话里带着绝望。程总追到停车场都没留住。哦，张磊平淡的回应。你知道客户为什么这么生气吗？赵主管继续说。小陈去给他们讲解系统，结果连基本的逻辑都说不清楚。正常，这个系统的核心算法只有我懂。张磊放下筷子。当初设计的时候，你们也没要求我写详细文档。是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赵主管连忙认错。但是你看，你能不能帮忙？帮什么忙？我又不是公司的人了。张磊，我跟你说个实话吧。赵主管的声音突然变小了，似乎怕被别人听见。客户刚才说了一个秘密，程总都傻了。什么秘密？张磊来了兴趣。客户说，这个项目他们内部评估需要310万，但是你的方案只报了260万。赵主管停顿了一下，而且你还主动帮他们优化，能省50万的后续运营成本。张磊皱了皱眉头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做项目本来就要考虑客户的实际需求，问题是客户说算下来你帮他们省了100万，所以他们感动之下给了320万的价格。赵主管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项目我们多赚了60万。什么？张磊有些惊讶。客户是这么说的。对，客户刘总亲口说的。他还说了一句话。赵主管犹豫了一下，他说，小张这种人才你们居然开除，脑子进水了吗？张磊沉默了。他确实在做方案的时候仔细分析了客户的业务流程，发现了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，但他以为这是正常工作，没想到客户会因此额外付费。还有更要命的，赵主管继续爆料，客户说他们还有后续项目，价值500万，本来打算指定你负责的。500万？张磊真的惊讶了。对，500万。现在客户说，如果今天下午2点前见不到你，不但这320万的合同要作废，连500万的后续项目也不谈了。张磊看了看表，已经12点半了。程总现在什么反应？他问道。程总正在办公室里跟他老婆吵架呢。赵主管苦笑道，开除你的事主要是他老婆王姐提的。他说项目完了，技术人员就没用了，还那么贵。原来是这样。张磊终于明白了。现在好了，320万没了，500万也飞了。程总气疯了。赵主管叹了口气，你能听到吗？他们还在吵。张磊仔细听，电话里确实传来争吵声。都是你的馊主意。这是程总的声音。谁知道客户这么认死理？一个女生回应道，应该是王姐。认死理？人家客户说得很清楚，小张帮他们省了100万，你知道吗？100万。程总的声音越来越大。我哪知道这些？王姐的底气明显不足。现在好了，320万没了，500万也没了，公司这个月的资金链你来负责。电话里一阵沉默。张磊，你还在听吗？赵主管小声问道。在听。张磊回答。你看这个情况，你能帮忙吗？赵主管再次恳求。赵主管，你觉得我应该帮忙吗？张磊反问道。我知道公司对不起你，但是大家都不容易啊。赵主管的声音里带着无奈。你要是不回来，这个公司可能就完了。张磊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，我考虑考虑。真的？赵主管的声音里带着希望。我说考虑考虑，没说一定回去。张磊强调道。而且就算我回去，也得有条件。什么条件你尽管提，我去跟程总商量。年终奖照发，项目奖金翻倍，立即涨薪50%。张磊一口气说出了3个条件。
赵主管显然被吓到了，怎么不行？不是不行，是数额有点大，我得跟程总商量。那你去商量吧，1点半之前给我答复。张磊看了看表，不然我就不考虑了。1点钟，程总亲自打来电话。小张，我同意你的条件。程总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但是你得签3年合同。程总，您搞错了吧？张磊冷笑，现在是您求我，还跟我谈条件，小张，你也要理解公司的难处。程总试图讨价还价，理解。张磊的声音提高了，昨天你有理解过我的难处吗？15万奖金，说不给就不给，现在跟我谈理解。程总沉默了。程总，我现在改主意了。张磊故意停顿了一下，除了之前那3个条件，还要加一个。什么条件？程总紧张地问。王姐必须当众道歉，承认决策失误。这不太合适吧？程总为难道，他毕竟是公司的财务总监，也是我老婆，不合适。张磊打断了他，那就算了，祝您好运。等等，程总急忙喊住他，我去跟他商量一下。5分钟后，程总又打来了，小张，我老婆她不太愿意。程总的声音很小，那就不用谈了。张磊准备挂电话，别挂。程总急了，我答应你，他道歉，我让他道歉。电话里传来争吵声，凭什么让我道歉？王姐的声音很愤怒，他就是个打工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程总爆发了，凭他能帮公司赚820万，凭你的决策让公司损失820万。王姐哑口无言。你知道500万的后续项目意味着什么吗？那是我们公司2年的利润。程总继续吼道，现在全没了，都因为你的英明决策。张磊听着电话里的争吵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感。张磊，你还在吗？程总重新拿起电话，在，我答应你所有的条件，你什么时候能过来？张磊看了看表，1点20了。我现在就过去。他终于松口了，挂掉电话。张磊迅速洗了个脸，换了身正式一点的衣服，打车前往公司。路上，他收到了赵主管的微信：张磊，谢谢你。他没有回复。1点50分，张磊出现在公司楼下，程总和赵主管已经在电梯口等着了。小张，你终于来了。程总的表情复杂，既有感激，又有尴尬。程总，张磊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电梯里很安静。客户现在什么情况？张磊主动问道。还在会议室等着。赵主管回答。刘总说，如果2点钟还见不到你，就直接走人。王姐呢？张磊问道。他在财务室。程总的声音有些尴尬。等客户的事情解决了，他会道歉的。电梯门开了，张磊走出电梯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看着他，窃窃私语。都看什么？赶快干活！程总冲着大家喊了一声，走到会议室门口。张磊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推门而入。刘总，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。张磊主动打招呼。小张。刘总一看到他，立刻站了起来，脸上的阴霾瞬间消散。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等你呢。刘总，听说您对系统还有些疑问。张磊坐了下来。没有，系统很完美。刘总摆摆手，就是想再确认一下稳定性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张磊详细的为客户演示了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，回答了所有的技术问题。太好了，刘总非常满意。小张，你的技术真是没话说，这个系统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。谢谢刘总的认可。张磊谦虚的回应。对了，我们公司还有个数字化转型的项目，预算500万，你有兴趣负责吗？刘总问道。
当然有兴趣。张磊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程总，不过具体的合作方式，您得和程总谈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刘总转向程总，程总，这个后续项目我们就指定小张负责了。好的，好的。程总连连点头，脸上终于有了笑容。签完合同，刘总准备离开。小张，有你这样的技术专家，程总真是太幸运了。刘总拍拍张磊的肩膀，好好干，前途无量。谢谢刘总。送走客户，程总长舒了一口气。小张，谢谢你，他真诚地说道。真的谢谢你。程总客气了。张磊平静地回应，我们是互利互惠。对对对，互利互惠。程总连忙点头。你放心，答应你的条件我一定兑现。那王姐的道歉，张磊提醒道。哦对，她的道歉。程总的表情又变得尴尬起来。他现在情绪不太好，你看能不能？程总，这是我们谈好的条件之一。张磊的语气很坚定。如果您觉得为难，那刚才的合同……别！程总急忙阻止，我马上去叫他。几分钟后，王姐被程总拽着走出了财务室，她的脸色很难看，眼睛都红了。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小张，对不起。王姐站在张磊面前，声音很小，昨天的决策是我的错。张磊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王姐转身就走，程总赶紧跟了上去。办公室里一阵安静，然后有人开始鼓掌，接着掌声越来越响。张磊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回到了自己的工位。3个月后，张磊坐在新装修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风景。他的工资确实翻倍了，年终奖也发了，项目奖金拿了30万。更重要的是，程总给了他20%的技术股份，他成了公司的技术合伙人。500万的后续项目进展顺利。第1期款项已经到账，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，员工也从50人扩张到了80人。但是张磊心里清楚，有些东西已经回不到从前了。程总对他确实更加依赖了，几乎所有的技术决策都要征求他的意见。但张磊能感觉出来，程总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，毕竟那天的事情让程总在全公司面前丢了面子。赵主管的地位提升了，成了技术副总监，但他夹在张磊和程总之间，压力反而更大了。每次开会，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协调各方的关系，人事小李变得格外谨慎，执行任何人事决策前都要反复确认，生怕再出什么纰漏。最微妙的是王姐，虽然她当众道歉了，但心里显然不服气。这3个月来，她处处想找张磊的茬，故意在财务审批上为难他。虽然最终都被程总压了下去，但公司的氛围变得有些微妙。张磊，程总敲门进来，客户那边又有新的需求，你看看。好的。张磊接过文件。对了，下个月我们可能要再招几个技术，你有什么推荐吗？程总问道。我考虑考虑。张磊头也不抬地回答。程总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，见张磊没有其他回应，只好离开了。张磊放下文件，望向窗外，他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从经济角度来说，但有时候他也会想，如果当时直接拒绝回来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也许他已经在一家更大的公司里，拿着更高的薪水，做着更有挑战性的项目。也许他已经自己创业了，成了某个小公司的老板。但这些都只是假设，现实是他回来了，拿到了想要的待遇和地位，但也承担了相应的后果。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微妙的公司氛围，
还有那种说不清楚的束缚感。张总，新来的程序员小刘敲门进来，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您。说吧。张磊收回思绪。是这样的，小刘开始详细描述问题。张磊耐心地听着，心里想，无论如何，工作还是要继续的。至于其他的，顺其自然吧。毕竟，这就是职场，这就是现实，没有完美的结局，只有各自的选择和承担。有时候，回去并不意味着胜利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妥协。但在利益面前，很多人都会选择妥协，包括他自己。窗外的阳光依然灿烂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